我早就知道与我相恋7年的女朋友和她的竹马藕断丝连，但我想，只要她愿意和我结婚，我就原谅她。然而婚礼上，当他的竹马顾谦来抢婚，他看向柳如烟：“如烟，我来晚了，你愿意和我走吗？”我下意识地攥紧柳如烟的手，恳求她不要离开。她毫不犹豫地松开了我的手。后来，她跪在雨中，苦苦哀求我回到她的身边。我厌恶地甩开她的手，揽着我的新婚妻子，头也不回地离开。这种垃圾，他碰我一下我都嫌脏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宋哲先生，请问您愿意柳如烟女士成为您的妻子吗？盛大的婚礼殿堂，所有的宾客屏气凝神，一起见证这浪漫的时刻。我深情地看着柳如烟，她今天美得像是神仙下凡。我听见自己毫不犹豫地回答道：“我愿意。”神父转头：“那么柳如烟女士，您愿意宋哲先生成为您的丈夫吗？”柳如烟却不知想到了什么，神色犹豫，眼神躲闪。她的眼睛频频望向紧闭的殿门，像是在等谁来一样。瞬间，殿堂里响起了无数人的窃窃私语。我心中一慌，随即轻轻拉起他的手，温柔地引导他。良久，他终于再次开口：“我愿。”他的声音被突如其来的开门声打断，那声音在寂静的殿堂中显得尤为刺耳。他不愿意。顾谦毫不客气地推门而入，他可谓是盛装出席，一身洁白的婚礼西装，手拿捧花，看起来竟比我这个新郎还要般配柳如烟。他脸上毫无尴尬和愧疚，取而代之的是得意洋洋的势在必得。他看向柳如烟：“如烟，我来晚了，你愿意和我走吗？”我大脑一片空白，我怎么也想不到他居然公然抢婚。我就说，顾谦可是京圈有名的太子爷，肯定不会让柳如烟嫁给这个凤凰男的。就是啊，这姓宋的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是个什么东西。当初要不是顾谦出国治病，能轮到他？这可是柳家大小街，你看柳如烟和顾谦站在一起，多般配。大堂瞬间哗然一片，宾客的窃窃私语让我无地自容。可偏偏他们说的都是真的。我太明白，对于柳如烟来说，我在顾谦面前毫无胜算。我下意识地攥紧柳如烟的手，恳求她不要离开。柳如烟，不要！可是她却毫不犹豫地松开我的手。抱歉，宋哲。她精致的脸上不复刚才的心事重重，毫不留情地将我的手指几根根掰开，像是在甩掉什么棘手的垃圾一样，然后提着婚纱头也不回地跑向顾谦。我全身的血液仿佛一瞬间停止流动，身体冷得如坠冰窟，呆然的眼睁睁看着这一对璧人手牵手离开，奔向属于他们的幸福。还没等我把宾客遣散，柳如烟逃婚的消息就上了头版头条，各家媒体争先恐后的报道，柳氏股票跌至新低。我失魂落魄地回到我们早就准备好的婚房，满墙鲜红的喜字刺痛了我的双眼，像是在嘲笑我的不自量力。我在的婚床上枯坐了一晚，都没有等到柳如烟回来。直到第二天中午，玄关才响起开门声。柳如烟换了一件我从未见她穿过的鲜亮衣服，神采奕奕。而我呢，面色苍白，眼底充血，仿佛一夜之间老了10岁。柳如烟走到我面前，看似关心地将手搭在我的膝盖上。宋哲，你还好吗？不等我回应，她继续说道：“宋哲，你和大众解释一下好不好？就说我没有逃婚，一切都是误会。不久后我们会重新举行婚礼的，好不好？”
我平静地看着他。为什么？你知道的，顾谦大病初愈，受不了刺激。等他病好了，我们再结婚也不迟。在一起那么多年，我生病住院，他从来没有关心过。我从来不敢质问他，因为我知道拿我自己和顾谦比，就是自寻死路。他们从小一起长到大的情分，我永远都比不上。我自欺欺人地想着，只要柳如烟愿意和我结婚，那他心里就是有我的。可是事实证明，我错了，错得离谱。我用力眨眨眼，把眼泪憋回去。如果我说我不呢？柳如烟不耐烦地撇开我的手。宋哲，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你发了声明，让柳氏的股票回涨。等我们结了婚，你也有好处，不是吗？看看他到现在关心了顾谦，关心了股票，唯独不关心我。7年，我和他在一起了7年，在他眼里永远比不上顾谦和他的公司。结婚？我们还会结婚吗？一切不过是他稳住我的借口。就算他想要结婚，我也不可能再娶她。沧海桑田，心如死灰。我不再搭理他，起身向门口走去。他却不知为何慌了神，拉住我的手腕。宋哲，你要去哪？和你有关系吗？他手上用了蛮力，想要把我拉回去。你不要再闹了，我已经说了，只要你发了声明，我们还是会结婚的。我忍无可忍，抬手打了他一巴掌。够了，柳如烟，从你逃婚的那一刻，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，我不想再见到你了。说完摔门而去。雨下得很大，电闪雷鸣，我浑身湿透，冷得浑身发抖。而比我身体更冷的是我的心。手机的来电铃声一次次响起，不用看都知道是柳如烟打给我的。老婆2字刺痛我的双眼，我一气之下把手机扔到了泥泞地里。那手机是当初柳如烟送给我的，她特意买的情侣款。他一步我一步，而现在我把手机连同我的爱意原原本本的全部还给他。正当我浑浑噩噩地走在路上的时候，突然远方传来一束刺眼的白光，急迫的鸣笛声几乎要把我的耳膜震碎。还没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，腰腹部就传来一阵剧烈的冲击感，随后我便没了意识。当我醒来的时候，我身处医院的病床上，稍微一动，全身就疼。我的耳边传来细微的敲键盘的声音，我循着声音望去，是他。妍希闻声，把目光从眼前的办公电脑上移开，见到我醒了，很是惊喜。你醒了？妍希是我的高中同学，现在是柳如烟商业上的死对头。原本我们高中的时候关系还算可以，虽然说不上多亲近，但至少见面能互相打招呼。可是自从我和柳如烟在一起后，就再也没有和她说过一句话，甚至在柳如烟的要求下，我把她所有的联系方式都删了。妍希知道柳如烟在我们婚礼上逃婚的事，自然也就猜到为什么我会在那种鬼天气自己一个出门。所以他很是照顾我的情绪，自始至终都没有提过一句相关的事。医生很快就过来给我做了一个简单的检查，医生说还好是雨天，车速不快，身上顶多是淤青和擦伤多一点，多观察几天就可以出院了。妍希大惊小怪地问了医生好多问题，比如能不能动，能不能正常吃饭什么的，问的一声苦笑不得。只是皮外伤，只要不疼就能动，想吃什么就吃，别太过分就行。医生的眼睛在我们两个之间来回转了一下，打趣道：刚在一起没多久吧，看把你女朋友心疼的。我刚想否认，妍希却先开了口：是啊，可把我吓死了。妍希送走了医生，走到我身边，细心地帮我支起枕头，让我能倚靠在床上，整个过程轻柔的不行，就怕稍有不慎弄疼我。
饿了吧？想吃什么？我去买。他的声音很温柔，是我听过最温柔的声音。柳如烟从来没有用这种语气和我说过话。她的长相也和她的声音一样轻柔婉约，和她待在一起如沐春风一样舒服。我和她说我想喝皮蛋瘦肉粥，这是我高中时候我喜欢喝的粥，但由于后来我发现柳如烟不喜欢，我就再也没喝过。妍希愣了一下，然后轻轻抿嘴笑了声，说了声好，等我一下，我很快回来，便出去了。我出神地望着他离开的背影。妍希回来的时候，我正要下床去上厕所。其实我现在活动并没有受限多少，但还是把他吓了一跳。他急忙把手里的饭菜放到一边，小跑着过来扶我。你怎么自己下床？万一摔倒了怎么办？我好笑地看着他，就一些皮外伤。说着，我便想推开他，向他证明我自己可以走，但他又执拗地不肯松手，非要把我送到卫生间。推搡间，我的脚被床脚绊住，一个不留神摔了下去。摔倒的那一瞬间，由于妍希的手紧紧握着我的手臂，所以他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就跟我一起摔倒了地上。所幸是我垫在底下，没让他一个姑娘家被我一个大老爷们压在身上。他的脸颊猛然撞在我的胸膛上，柔软的不像话，撞得我的心脏砰砰直跳。妍希反应过来之后，连忙和我道歉，抬起头想要从我身上下来。就在他抬头的时候，他的鼻尖划过我的下颌，随之而来的是更柔软湿润的触感。反应过来是什么之后，我的脸噌的一下烧起来，大脑一片空白，不知作何反应。而妍希显然也没有比我好到哪去，呆愣在那也没了动作。我们两人的鼻间距离不足5厘米，越来越沉重的呼吸在空气中交缠在一起，连室温都突然升高了几度。他的一动不动地望着我，眼睛里除了我看不懂的复杂情绪外，还有慢慢升起的欲念。我不是没有谈过恋爱的大小伙子，我太懂女人的这个眼神是什么意思，但我还是没动。或许是因为我的身体没有反应过来，也或许是我内心想要看看他想做什么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他的手已经搭在了我的肩膀上，手心的温度透过轻薄的衣服烫得我耳朵都红了起来。他火辣辣的目光顺着我的眼睛划过我的鼻梁，最终定格在我的嘴唇上。在他的注视下，我不自觉地舔了一下干燥的嘴唇。他的眼神肉眼可见地变得晦暗不明，他无意识地咽了一下口水，像冲昏了头般吻住了我。他的唇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柔软甜美，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要深入更多。我的忍不住的手按在他的后脑上，想要索取更多。房间里回响着令人面红耳赤的水声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妍希脸上的红温还没消散，趴在我的胸脯上气喘吁吁。我的手轻轻拍打着他的后背，帮他顺气。良久，他像是鼓足勇气一般，终于抬起头，用湿漉漉的眼睛看着我。对不起，宋哲。我用拇指轻轻地按住他的红肿的嘴唇。那是我的杰作，你没做错什么。可是你和柳如烟，我已经和他分手了。他的眼睛唰的一下亮了起来，那一瞬间，仿佛周围的任何事物都失去了色彩，他的全世界只剩我一个人。你说真的？看到他这可爱的样子，我又忍不住凑上去亲了亲他的嘴角。当然，那种女人不分，难道要留着过年？我们又吻作一团。我们很快便确定了关系。他为了照顾我，公司都不去了，在医院里给我陪床。我和他说了很多次我没事，我可以自理，但他还是不放心。后来直接把办公文件全都让他的助理挪到了病房里。
连开会都毫不避讳的直接在我面前开视频会议。柳如烟闯进来的时候，妍希正坐在我腿上和我接吻，随之而来的还有顾谦。宋哲，我听说你们在干什么？妍希被人打断了好事，一脸不耐。谁让你进来的？我安抚般的帮他擦掉唇角的水渍。顾谦在一旁煽风点火，好一对奸夫淫妇，居然在医院偷情。柳如烟二话不说就要过来拉扯妍希，我眼疾手快地护住妍希，握住柳如烟的手腕，就把她甩到了地上。够了，柳如烟，这里是医院，不要再闹了。柳如烟红着眼眶，愤怒又委屈。我闹？刚刚你们两个在干什么？我们已经分手了，我做什么都和你没关系。他看了一眼妍希，你明知道我和他不对付哦，你是故意找他起我的，对不对？我不可思议，你能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吗？他根本不听我讲话，一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。我和你说了多少遍，我没有要分手，等顾谦的病完全好了，我们就结婚。哈哈哈哈哈！妍希突兀的嘲笑声在房间里响起。柳如烟啊，柳如烟，我知道你蠢，可我居然不知道你这么蠢，你居然能被这么拙劣的伎俩骗这么多年。正好这里是医院，你可以带你的小情夫去查查他到底有没有患病。顾谦惊慌失措。在一起后，妍希陪我去了很多地方。我其实很喜欢旅游，但和柳如烟在一起后，我就再也没有出去过。她总是说自己工作很忙，没空陪我。可是妍希却可以放下一切工作，耐心地陪我去任何地方。我说我喜欢海，她就带我去世界各地的海边游玩。她会笑着帮我擦去嘴角的冰淇淋，会细心地帮我涂防晒，会和我一起坐在海边静静地欣赏落日。夜幕降临之时，妍希神秘地告诉我要给我一个惊喜。她从背后捂住我的眼睛，我顺着她的指示在沙滩上走了一段路后，在一个地方站定。她放下手，好了，睁眼吧。我被眼前的场景震惊到了，好几百只荧光气球在我睁眼的一瞬间一起飞向天空。沙滩上成千上万只娇艳欲滴的红玫瑰拼成一个巨大的爱心，爱心的中间站着一位穿婚纱的美丽新娘。无数的人被眼前的场景震惊到，纷纷驻足拍照。妍希手拿捧花，拿起话筒，宋哲，我知道你一直渴望能有一场完美的婚礼，别人给不了你的，我都会一一满足你。他慢慢向我走来，在我面前单膝跪地，拿出戒指，海底之恋。我惊讶地看着这枚戒指。2年前，我在一场拍卖会上见过它，当时我很喜欢，想让柳如烟给我买下来。可是柳如烟却说花几百万买一个戒指不值得。我只知道最后她被一个神秘人拍走了。我没想到那个神秘人就是妍希。原来2年前她就在关注我。宋哲，你愿意娶我吗？妍希紧张地看着我。我们在世界各地的人的祝福声里紧紧相拥。回国那天，下飞机后，妍希去了洗手间，我自己一个人往外走。越往外走，人潮越涌动，还有不少拿摄像机的记者对我拍来拍去。起初我以为又是妍希给我准备的惊喜，可是越走越不对劲。直到我看到了柳如烟，她穿了一件大红色礼服，手拿一大束玫瑰花，在人群中很是惹眼。我刚一出去，所有的记者都围过来，但又很默契地给柳如烟让出了一条路。她摇曳着走到我面前，将玫瑰花递给我，欢迎回家，我的未婚夫。一瞬间，无数的闪光灯对着我和柳如烟，照得我睁不开眼。哇！我就说一切都是误会，就是。
他们谈了7年，柳如烟怎么可能不要宋哲了？他们站在一起，简直不要太般配好吗？柳如烟简直是国民好老婆，对这么普通的宋哲都不离不弃。我好不容易睁开眼，压下心中的怒火。不好意思各位，我们已经分手了。说罢就要离开这个丢人的地方，却被柳如烟拉住。阿哲，不要生气了好吗？我已经知道顾谦一直都在骗我了，我再也不会和他见面了。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我们可以现在就去民政局领证。听到这话，看热闹不嫌事大的记者和路人粉丝开始起哄：去他，去他，去他！就在这时，我手臂上传来熟悉的触感，妍希一只手挽上我的手臂，另一只手毫不客气地把柳如烟的手帕拉开。她毫不避讳地面向各种镜头，自信又张扬。感谢大家齐聚一堂，正好我也要宣布一个好消息。她温柔地望向我，眼里满满的全是爱意。我和阿哲已经订婚了，届时会邀请各位一起来喝我们的喜酒。现场瞬间哗然一片，我们把手掌举起来，亮出订婚戒指，配合媒体拍照。什么情况？什么呀？柳如烟从正宫变成了第三者，怪不得请我们来呢，就想让人家看着人多不好意思拒绝他吧。柳如烟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大场面的羞辱？气得他的脸红成了猴子屁股。他指着妍希，恶狠狠地喊：他才是第三者，我们还没分手的时候，他就在医院勾引阿哲。我气得一口气差点没上来，上去就甩了他一巴掌。首先，从你逃婚的那一刻开始，我们就分手了。其次，就允许你出轨，不允许我单身找男朋友。他满脸委屈和不可思议。这是你第2次打我了，你以前从来不会对我动手的，你现在和一个不讲理的泼妇没什么两样。妍希被他闹得也冷下了脸。当初是你自己抛弃他的，现在装什么深情？你……妍希翻了个白眼，把他扒拉到一边。好狗不挡道。婚礼的前几天，我和妍希一起回到了高中母校。他指着一棵高大的柳树对我说道：还记得吗？那是我们第1次相遇的地方。他说那天他搬着一摞书往教室走，一阵微风吹过，吹走了他的帽子。他一着急把书洒了一地，他只好狼狈地蹲在地上捡书，而然头顶却传来一阵触感。有个长相清秀的男生帮他把帽子捡起来，轻轻地戴在了他的头上，并且默不作声地帮他把地上的书全都捡起来送到了教室。全程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。他说那个人就是我。从那以后，他便开始注意到我了。我受宠若惊，因为高中的时候妍希是大名鼎鼎的美女学霸，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男生。我何德何能得到他的青睐？那天我才知道，原来早在我自认为暗沉无光的岁月里，就有人在默默关注我和关心我。那天我们本来在校园里悠闲地散步，却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。我和妍希只好先躲到屋檐下避雨。雨渐渐变大，我们的身体也趋于靠近。当我回过神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吻到了一起。宋哲，我被吓了一跳，看到来的人恨不得提刀砍他几下。又是柳如烟，他怎么这么阴魂不散？他浑身湿透，不顾一切地向我跑来。我迅速躲开了他的触碰，谁知他唰的一下就跪在了地上。阿哲，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回到我身边好不好？我忍着厌恶，别在这丢人现眼了。柳如烟，快回家吧。对不起阿哲，之前都是我的错，只要我们结婚，我什么都听你的，我的财产都是你的，回到我身边好不好？他不会真以为我稀罕那些钱吧？妍希眼神阴鸷，上来就把他踹倒在地上。你能给的
我都能给，你不能给的，我照样能给。柳如烟迟来的深情比草都贱，如果你再来纠缠阿哲，别怪我不客气。柳如烟被他的话刺激到，眼底瞬间变得猩红，恨恨地盯着妍希，但妍希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，拉起我的手就要走。谁知柳如烟突然冲上来就要打妍希，幸亏妍希反应敏捷，一个抬脚就把他踢到了雨水里。柳如烟像疯了一般，全然不顾形象，狼狈地站起来，还想攻击妍希，却被及时赶来的保安制止住。3下5除2就把他压在地上，起都起不来。我们2个被吓了一跳，相拥在一起安慰对方。柳如烟看到我们如此亲密，眼底的阴霾又多了几分，像一只被囚住的恶兽，拼命地想挣脱牢笼，冲上来撕咬妍希。我们2个赶快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。我和妍希结婚当天出了一场大事故，我站在红毯的尽头，等待着殿堂大门打开，等待着新娘向我走来。可是无论司仪喊多少次，那大门迟迟不动。我心中一慌，赶快给妍希打电话。电话响了几声后终于被接通，但那声音却不是妍希的。喂，阿哲。电话那边传来的是柳如烟阴森森的声音。柳如烟，妍希呢？妍希，她正在我旁边睡得正香呢。柳如烟把妍希绑架了。我顿时乱了阵脚。你对她做了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她轻笑几声，不要着急嘛，你来一个地方，一会我把地址发给你。哦，对了，不要报警哦，不然我也不确定会发生什么。我连礼服都来不及换，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这个地方。这是一个咖啡厅，我很快便看到了柳如烟。我气冲冲地跑过去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要是妍希有个3长2短，我和你没完。他却自嘲地笑笑。你记得这是什么地方吗？我愤怒地看着他，并不想回答。他自顾自地继续说着，这是我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。他指着前面的吧台，当时你就站在那，那么高那么帅，我一眼就看到了你。他眼底湿润。我本以为我们会有一个很好的结局，可是为什么我们变成了这个样子？我毫不客气，因为你亲手毁了我们的未来。他抹了一把眼泪。是啊，终究是我做错了。我打断他的独自伤感。妍希到底在哪？既然你那么想见她，那就跟我走吧。柳如烟带我来到了一个废弃工厂，这里到处都是尘土的味道，建筑看起来也岌岌可危，随时都有倒塌的风险。他把我带到了一个极其隐蔽的角落，我看到了妍希被绑在角落里，嘴巴缝上了无数条胶带的妍希，眼泪瞬间就在我眼眶里打转了。她身上还穿着精心准备的婚纱，那是她最喜欢的一套婚纱，可现在它已经变成了灰色，并且破烂不堪。一切都是因为我，如果不是我，她根本不会受这个折磨。妍希，神志有些不清的妍希在听到我的呼喊后，瞬间看向我。我想跑过去，却被柳如烟的帮手按住。想救她也不是没有办法，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。什么事？现在，立刻，马上和我去民政局结婚。我心里掀起惊涛骇浪。我没想到他这么大费周章的，只是为了和我结婚。你这样做，就算我们结婚，也是没有法律效益的。他紧紧盯着我，眼底是不容抗拒的执拗。我只要你和我结婚。妍希听到我们的对话，一边掉眼泪，一边拼命地向我摇头。我知道他肯定不会同意我这么做，可就在我还在犹豫的时候，柳如烟向他的手下使了一个眼色，他旁边的壮汉立刻掏出一把水果刀，毫不犹豫地向着妍希抛去。我惊慌失措，不要！刀在空中转了无数个圈，
最后扎在了妍希身后的柱子上，离她的太阳穴不到1厘米的距离。我和妍希顿时松了一口气，我心有余悸地看着被吓得满头都是冷汗的妍希，最终选择了妥协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请问2位是自愿结婚的吗？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怀疑地看着我们2个。当然是自愿的。柳如烟警告地看向我，我低下头，是自愿的。好的。工作人员确认无误后，拿起手边的印章就要盖上去。不许动！门口处突然传来一声中气十足的声音，是警察。我心里的大石头瞬间落地，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。就在1个小时之前，我趁着回家找身份证的时候，偷偷打电话报了警。现在警察能到这里抓柳如烟，就说明妍希大概率已经被救出来了。警察很快便将柳如烟制服，将手铐套在了她的手腕上。在确定现场安全后，果不其然，妍希从警车里冲到了我面前，抱住我。她哭着和我说：“阿哲，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”我心疼地拍着她的后背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都结束了。后来在警方的调查下，还发现柳如烟的公司涉及大量的非法买卖和洗钱行为，数罪并罚。她被判处了将近10年的监禁。行刑前，她要求见我一面，我拒绝了她，因为我要准备我的婚礼。婚礼非常盛大，被媒体毫不夸张地称为世纪婚礼。妍希买了所有新闻的头版头条，她说她想让世界各地的人都见证我们的爱情。相比较我之前2次的婚礼，这次的婚礼非常之顺利。当我晚上和妍希躺在一起的时候，还觉着这一切有些不真实。妍希看出我的不对劲，关心道：“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吗？”我翻身紧紧抱住她，一刻也不想松手，把头埋在她的颈窝。没有，我只是觉得有些对不起你。如果不是我，也不会生出这么多事端，也不会给他添这么多麻烦。妍希回拥我，轻声道：“傻瓜，那些事都是坏人做的，怎么能怪你呢？”她捧起我的脸，温柔地吻落在我的额头上、眼尾上、鼻尖上，最后落到了我的唇上。迷迷瞪瞪的时候，我听见她说：“我爱你，阿哲。”我还听说了一些关于顾谦的消息，据说他被查出不是顾家的亲生儿子，他是顾家之前请过的一个保姆的儿子。当初保姆为了一己私利，将2家的孩子调换了，顾谦一夜之间掉下神坛，昔日的京圈太子爷变成了人人喊打的小偷。顾家用尽一切手段封杀保姆一家，顾谦从此销声匿迹。结婚2年后的某天，妍希怀孕了。当她拿着报告单告诉我的时候，我大脑一片空白。我惊喜地拦腰抱起她，转了好几个圈。我要当爸爸了，我要当爸爸了。妍希嗔怪地打我的肩膀：“多大的人了，还这么没有正形？你也是。这么大的事，为什么让我陪你去医院检查？我这不想着等确定下来给你一个惊喜吗？”妍希怀孕之后还在坚持工作，早些月份的时候每天雷打不动的准时准点去公司，后来显怀了行动不方便就居家办公。羊水破的时候她还在处理文件，幸亏我们提前把她送到了医院准备分娩，不然我还真不知道得慌张成什么样子。我在产房外面急得直转圈，不知过了多久，产房的门终于打开，医生一出来我就凑过去：“医生，怎么样？手术很成功，是个女孩，大人小孩都很安全。”我大大松了一口气：“谢谢您，谢谢您，医生。”我看了一眼孩子，就把她放到了丈母娘的怀里，迫不及待地进到产房。看到妍希的样子，我的心顿顿的痛。她就安静地躺在那里，
生孩子几乎花光了她所有的力气，脸色苍白，毫无血色。大名鼎鼎的严氏总裁哪里受过这种苦？我的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。我轻轻地抚摸她的脸颊，生怕一不下心就把她弄疼了。疼吗？妍希慢慢地抬起手，抹掉我脸上的泪水。我不疼，倒是你，多大个人了，还哭哭啼啼的。我握住她的手，放在唇边轻轻吻了一下。我们以后再也不要生孩子了。女儿长得很像妍希，我很爱她。我舍不得缺席她人生中的任何一场活动，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孤儿，没有父母的疼爱，长大了也有很长一段时间得不到自己心爱的人的爱意，所以我不想让我的女儿也体会到这种痛苦。陪伴她成长的过程，让我有一种陪伴小时候妍希成长的错觉。他们两个长得像，连性格都如出一辙，温柔而不是坚定，自信又倔强。我很爱他们，他们也很爱我，这就够了。结婚后10年的某一天，我们一家人在游乐场玩，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他穿着橙黄色显眼的环卫服，弯着腰打扫地上的垃圾。女儿扯我的手，爸爸，你在看什么？我回过神来，爸爸大概看到了一个老熟人。女儿天真地问我，那爸爸为什么不去打个招呼？我刚想拒绝，女儿就拉着我向那边跑去。我求助地看向妍希，她却走过来说，我们一起去。都过去了。女儿一跑过去就帮着柳如烟捡起地上的垃圾，扔到了旁边的垃圾桶里。柳如烟本想谢谢这个小女孩，却不成想看到了我们，她眼神瞬间回避，捂着脸想要装作不认识我们。她看起来苍老了很多，听说自从她坐牢，她的父母就对外公布和她断绝了关系，并且又收养了一个女儿，把那个女孩当成真正的柳氏千金来呵护培养，仿佛都来没有过她这个女儿一般。他的亲朋好友都对他避之唯恐不及。一夜之间，他从高不可攀的柳家继承人，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。出狱后，他无家可归，只能到处兼职来维持生计。从小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小姐，一出狱就干粗活，肯定是处处碰壁。这恐怕已经不知道是他的第几份工作了。柳如烟，好久不见。我们和他打招呼，他意识到我们已经认出他，他已经无处可躲了，这才放下遮面低手，把头低得很低。好久不见。他的声音也变了，变得沙哑不堪。阿姨好。女儿清脆的声音打破了我们3个人之间诡异的平静。柳如烟愣了一下，看向小女孩，这是你们的女儿？是的，已经8岁了。柳如烟不知怎么的，突然红了眼眶，半晌才又说话，很可爱。我笑笑，谢谢。我们之间没什么可聊的，没说几句我便说我们还要去玩项目，就告别了她。走出一段距离后，我回头看到柳如烟还愣愣地呆站在原地，便蹲下和女儿说了几句话。随后女儿便听话地去买了一个冰淇淋，拿着跑了回去，送给了柳如烟。妍希看着女儿的举动，疑惑地问我，你和女儿说什么了？我让她送给那个阿姨一个冰激凌。妍希点点头，好。天这么热，我其实还让女儿给柳如烟送了一句话，好好生活。女儿很快便跑了回来，牵起我的手，爸爸，那个阿姨不知道怎么了。我说完那句话后，她就哭了。我问她怎么了，她也不说，我只好帮她擦了擦眼泪。我捏捏她的小手，是吗？我家小宝贝做得真好。第2天，我看到了一个新闻，在游乐场工作的一位环卫工人在家吞了大量安眠药，抢救无效身亡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
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